阿莫西林是消炎药，医生并不属于真正的消炎药，只有2种。张大妈最近嗓子有点发炎，她翻开家里的小药箱，拿出常备的阿莫西林，准备按老办法吃几粒。她心想，这不就是消炎药吗？吃了应该很快就好了，但几天过去了，症状不仅没有好转，反而还越来越严重。张大妈有点慌，赶紧跑到社区医院去看医生。医生听了张大妈的描述后，问她，你是不是一直在吃阿莫西林？是不是觉得它是消炎药，吃了就能消除炎症？张大妈点点头。医生叹了口气，说，你这个炎症可不是细菌感染引起的，阿莫西林对你这样的情况没用啊。你知道什么是消炎药吗？张大妈听得一头雾水，阿莫西林不是消炎药，那消炎药到底是什么呢？阿莫西林是消炎药吗？阿莫西林几乎是每个家庭药箱的常客，无论是嗓子痛、发烧还是皮肤感染，很多人都会立刻想到阿莫西林，仿佛它是解决一切炎症的万能药。但真的是这样吗？其实阿莫西林并不是消炎药，它是抗生素的一种。这听起来有点让人困惑，毕竟抗生素不也是用来对抗身体里的坏东西吗？这就是误解的关键所在。阿莫西林是抗生素，意味着它专门对付细菌感染。如果你因为嗓子痛就随便吃阿莫西林，结果却不是细菌感染，而是病毒作祟，那吃再多阿莫西林也不会有任何效果。这就好比拿着锤子去打空气，怎么用力都没用。阿莫西林对抗细菌的方式也很特别，它会阻止细菌构建自己的外壳，这样细菌没了防护就无法继续繁殖。听起来很神奇，但问题是细菌是非常聪明的生物，它们进化的比我们想象中要快得多。如果经常随意使用阿莫西林，细菌会渐渐找到应对的方法，最终变成所谓的超级细菌。到那时，阿莫西林等常见抗生素对它们完全失效，甚至连医生都可能束手无策。不少人认为，只要身体出现发热、嗓子痛或者咳嗽等症状，服用阿莫西林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。病毒引发的感冒、流感或者其他非细菌感染疾病，阿莫西林是没有用的。滥用抗生素不仅不会让你感觉好转，反而会让身体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。所以，阿莫西林不是万能药，更不是消炎药，它只对细菌感染有效，对于病毒、过敏或自身免疫引发的炎症完全起不到作用。记住了，炎症不等于感染，感染也不等于细菌感染。随便吃阿莫西林不但帮不了忙，还可能带来一大堆问题。下次遇到类似情况，最好还是先问问医生，不要自己随便当医生给自己开药方。健康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事，正确用药才是对身体最好的保护。真正的消炎药是这2种。消炎药这个词听上去很熟悉，很多人一听到炎症2个字，就会想当然的认为消炎药能解决一切问题。真正的消炎药主要分为2大类，非甾体类消炎药 NSAIDs 和甾体类消炎药，后者通常指糖皮质激素。非甾体类消炎药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类消炎药。这类药物的主要作用是通过阻断一种叫做环氧合酶 COX 的酶，减少体内前列腺素的生成。前列腺素是引发疼痛、发热、红肿等炎症反应的元凶。当它的数量减少，炎症症状自然就会缓解。这类药物经常被用来对付关节炎、头痛、肌肉疼痛等症状。但非甾体类消炎药也不是完美的药，它们的副作用可能让你感到意外。这类药物在减轻炎症的同时，也会伤害胃肠道的黏膜，长期使用可能导致胃溃疡、消化不良等问题。与非甾体类消炎药不同，甾体类消炎药是糖皮质激素类药物，常用于更复杂、更严重的炎症反应。这类药物不仅能消炎，还能抗过敏、抗毒，因此常用于治疗过敏性疾病、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及一些严重的炎症反应。这类药物的作用比非甾体类更强，往往用于那些非甾体类消炎药无法控制的情况，比如严重的哮喘发作、类风湿性关节炎或红斑狼疮等免疫疾病。所以，真正的消炎药就这2类，虽然它们都能对付炎症，但并不是万能的。不同的炎症原因需要不同的药物。非甾体类适合一般的疼痛、发热、非感染性炎症，而甾体类则用于更严重的免疫反应引发的炎症。滥用或误用这些药物，
不仅不会让炎症消失，反而可能带来新的健康问题。学会区分这两类消炎药，能够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好的选择药物，而不是盲目的认为消炎药就能解决所有问题。真正的消炎药是有脾气的，用对了药才能真正消除身体的炎症问题。3. 抗生素滥用的后果与危害。抗生素可能是最被误解的一类药物了。很多人觉得只要身体不舒服，比如嗓子痛、发烧，甚至是感冒，随便吃点抗生素就能搞定问题。但事实是，抗生素并不是万能的，它的作用范围非常有限，专门针对细菌感染。如果滥用抗生素，不仅不会帮到你，还可能带来很多麻烦。像感冒、流感这些病，通常都是由病毒引起的。抗生素对他们来说，就像空拳对空气，打不到敌人。而且，随便吃抗生素不仅没用，还可能破坏体内的正常菌群，导致肠道菌群失衡。这个时候，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突然开始拉肚子、便秘，甚至免疫力下降，容易生病。更糟糕的是，细菌是非常狡猾的生物。如果经常不按需使用抗生素，细菌会逐渐进化，变得越来越聪明，它们会找到办法来抵抗抗生素，这就形成了所谓的耐药性。滥用抗生素的另一个常见问题是引发过敏反应。有些人对抗生素中的成分会产生过敏反应，轻则出现皮疹、瘙痒，严重的甚至可能出现药物性休克，危及生命。长时间依赖抗生素还可能对肝脏、肾脏造成负担，毕竟这些器官是帮助身体代谢药物的。神经系统也可能受到影响，一些抗生素会对大脑产生副作用，可能导致焦虑、失眠，甚至记忆力下降。这种副作用虽然不太常见，但一旦发生，可能会对生活质量产生很大的影响。一定要按医生的建议服用，完成整个疗程，哪怕感觉症状有所好转，也不能擅自停药，否则残存的细菌可能会卷土重来，甚至变得更顽固。这样不仅是保护自己的健康，也是为减少细菌耐药性做出贡献。所以，下次如果感冒或发烧，不要急着吃抗生素，最好先问问医生，别让自己无意识的行为为未来的健康埋下隐患。健康需要用科学的方式来维护，抗生素这种利器要在对的时间，用在对的地方。4. 如何正确选择药物？很多人家里都有个小药箱，但药箱里的药并不是万能的灵丹妙药，乱吃药不但治不好病，还可能带来一堆副作用。正确选择药物真的很重要，特别是在面对各种炎症和感染时，随便用药很可能帮了倒忙。首先得弄清楚自己到底是怎么不舒服，是感冒，还是嗓子痛，还是发烧。你可能会觉得吃抗生素好得快，但实际上这是个误解。感冒发烧通常依靠身体自身的免疫系统就能恢复，如果病情没有明显的细菌感染迹象，乱吃抗生素还可能破坏身体的菌群平衡。再说消炎药，很多人以为只要身体有炎症就要吃消炎药，其实并不总是这样。这些药物的使用都要特别小心，长期使用可能带来胃肠道问题、激素失衡等副作用，所以一定要遵循医生建议，不能自己随便用。医生在给你开药时，都会根据症状来判断你需要的是抗生素、消炎药还是别的药物。如果不分青红皂白的自己给自己开药方，不但不会好得快，反而可能让病情变复杂。除了药物选择，生活方式也很关键。比如说，保持规律的作息、健康的饮食、多喝水、适量运动，身体的免疫力自然会增强，很多小病小痛可能都不会找上你。这时候，如果真的生病，正确的药物和治疗方式才能发挥更好的效果。结语，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，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对药物的认知存在误区，尤其是将阿莫西林当作万能消炎药，或在不明确病因的情况下随意使用抗生素。这种错误不仅无益于疾病的治疗，反而可能带来耐药菌增生、身体菌群失衡等一系列问题。首先，阿莫西林并非消炎药，而是抗生素的一种，专门用于对抗细菌感染。真正的消炎药只有2类，非甾体类和甾体类，分别用于控制轻度炎症和免疫性疾病。这2类药物也需要谨慎使用，长期使用可能引发副作用。最重要的是，药物的使用必须有科学依据，随意用药只会加重病情或引发新的健康问题。
依靠医生的建议和正确的诊断，合理用药才能真正保障健康。药物不是万能的，健康的生活习惯才是预防疾病的根本。